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改变无数人生活的书《内在动机》。这本书由著名心理学家爱德华 ·Y·L· 德希 （Edward L.） 扎契和理查德·弗拉斯特 （Richard Frost） 合著。德希是自我决定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动机心理学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这本书深入探讨了人类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揭示了如何通过激发内在动机来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内在动机不仅仅是一本心理学书籍，它更是一本生活指南。它教会我们如何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动力，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持久的热情和创造力。无论你是学生、职场人士还是企业家，这本书都能为你提供宝贵的见解和实用的工具，帮助你实现自我提升和成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在面对挑战时能够迎难而上，而有些人却轻易放弃？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工作中找到乐趣，而有些人却感到厌倦和疲惫？让我们从一个真实的故事开始。史蒂夫·乔布斯，这位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曾经被自己创立的公司解雇。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利用这段时间创立了 NXT 电脑公司，并收购了皮克斯动画工作室。最终，他重返苹果，带领公司走向辉煌。乔布斯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内心深处的强烈动机和对创新的不懈追求。这个故事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像乔布斯一样，找到并激发我们内在的动机？答案就在《内在动机》这本书中。内在动机的定义与重要性。内在动机是指人们出于对活动本身的兴趣和享受而从事某项活动的动机，与之相对的是外在动机，即为了获得某种外部奖励或避免惩罚而采取行动。德希和弗拉斯特在书中指出，内在动机是持久幸福和成功的关键。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人类有3种基本心理需求：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时，人们会感到内在的满足和动力。内在动机正是源于对这些需求的满足。自主性，在工作和生活中寻找能够自主决策的机会。例如，在工作中，你可以尝试与上司沟通，争取更多的自主权。胜任感，设定具有挑战性但可实现的目标，并不断挑战自我。例如，学习一门新技能或参加一项新的运动。归属感，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例如，参加社交活动或加入兴趣小组。书中提到，当人们从事某项活动是因为他们真正感兴趣，而不是为了外部奖励时，他们的表现会更好，也更有可能坚持下去。这正是内在动机的力量所在。自主性与控制。自主性是指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和决策拥有控制权，控制则相反，指的是外部力量对个人行为的支配。研究表明，自主性能够增强内在动机，而控制则会削弱内在动机。当人们感到被控制时，他们的行为更像是出于外在动机，而不是内在动机。设定个人目标，设定符合自己兴趣和价值观的目标，而不是盲目追随他人的期望。例如，选择一个你真正感兴趣的职业方向。自我反思，定期进行自我反思，评估自己的行为和决策是否符合自己的内心需求。例如，每周花时间思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哪些方面需要调整。寻求反馈，积极寻求建设性的反馈，而不是被动接受批评。例如，主动向同事或朋友征求建议和意见。书中写道，当人们感到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时，他们会更加积极主动，也更有可能取得成功。这正是自主性的力量所在。胜任感与挑战。胜任感是指人们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和信念，挑战则是指人们面对的困难和障碍。胜任感是内在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人们感到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务时，他们会更加自信和积极。挑战则是激发内在动机的催化剂。适度的挑战能够激发人们的潜能和创造力。设定挑战性目标，设定具有挑战性但可实现的目标。例如，设定一个你目前尚未达到但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职业目标。分解任务，将大任务分解成小步骤，逐步完成。例如，将一个大型项目分解成若干个小任务，逐步推进。积极自我对话，用积极的语言与自己对话，增强自信心。例如，当遇到困难时，告诉自己我能做到而不是我不行。书中提到，挑战是激发内在动机的关键。当人们面对适度的挑战时，他们会感到兴奋和投入，这正是挑战的力量所在。归属感与支持。归属感是指人们感到自己属于某个群体或社区，支持则是指来自他人的帮助和鼓励。归属感是基本心理需求之一。当人们感到自己被接纳和认可时，他们会更加自信和积极。支持则能够增强人们的胜任感和自主性，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
例如参加社交活动或加入兴趣小组。2. 寻求支持，在遇到困难时，主动寻求他人的帮助和鼓励，例如向朋友或同事倾诉自己的困惑和烦恼。3. 提供支持，在他人需要时给予帮助和鼓励，例如主动帮助同事解决问题或提供建议。书中写道，归属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当人们感到自己被接纳和认可时，他们会更加自信和积极，这正是归属感的价值所在。5. 内在动机的培养与维持，内在动机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的努力和实践。内在动机的维持依赖于持续的挑战和反馈。当人们感到活动本身具有吸引力，并且能够从中获得成就感时，内在动机就会得到增强。1. 持续学习，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持续学习新知识和技能，例如参加培训课程或阅读相关书籍。2. 设定新目标，在完成一个目标后，设定新的目标，保持前进的动力，例如在完成一个项目后，设定一个新的职业目标。3. 反思与调整，定期进行自我反思，评估自己的行为和决策，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例如每周花时间思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书中提到，内在动机的培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的挑战自我和寻求新的目标，这正是维持内在动机的关键。内在动机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和实用的工具，帮助我们找到并激发内在动机。通过理解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这3种基本心理需求，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如果你也想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动力，如果你也想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持久的热情和创造力，那么我强烈推荐你阅读《内在动机》。这本书不仅会改变你对动机的理解，更会激励你采取行动，实现自我提升和成功。记住，内在动机是我们内心深处最强大的力量，它能够推动我们不断前进，克服一切困难。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设定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并不断挑战自我。相信自己，你拥有无限的潜能和可能性。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如果你对这本书感兴趣，不妨找来读一读，相信它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